这是1978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社论《光明的中国》。文章描绘了中国光明的未来，带给了人们更多的思考。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挽救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然而，在此后1年多的时间里，党和国家的工作出现了在前进中徘徊的局面。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仍然没有走出困境。这时，在徘徊中前进的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积极的变化。1977年7月，在中共10届3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原来担任的领导职务。邓小平的付出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恢复高考是邓小平复出后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也让许许多多的知识青年等来了改变命运的机会。1977年的冬天，全国有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1978年的春节，全国有60%的职工拿到了10年以来第一次增加的工资。虽然工资增长的幅度不大，虽然生活依然清贫，但老百姓真切地感受到，生活开始有了一些可喜的变化。北京市百货大楼在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在门前广场设立年货摊点，开展节日营销活动。很久听不到的老歌能唱了，被禁多年的老电影也开始放了。叫湘军来捧的啊！这年的春天，27万新生步入了大学校园，校园内外读书的身影随处可见。新华书店的门口排起了长龙。破解哥德巴赫猜想的数学家陈景润成了那一代年轻人的偶像。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发展我国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人民教师是培养革命后代的园丁，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应该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生活在变，观念在变，思想在变。在这样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春天，一篇充满着新思想的理论文章诞生了。1978年5月10日，经胡耀邦审定，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第二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文章透过一个简单的哲学常识，向人们传达出一个鲜明的观点：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文章说出了许多人思考已久、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1977年2月7号，中央发表两报一刊社论，叫《学好文件抓质纲》，提出了2个反思的观点。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按照这2个反思，我们什么事也不能做啊，既不能为天安门革命运动平反，邓小平同志也不能出来工作。由于触及到2个凡是的理论基础，文章受到一些人的指责和压制。对这篇文章是是非非的议论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他号召要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年9月，从朝鲜访问回国的邓小平到了东北，他行程数千里，走一路讲一路，号召大大小小的干部都要开动脑筋，冲破禁区，破除僵化。他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4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由此，邓小平提出了他深思熟虑的一个重要思想，那就是尽快结束街批4人帮的斗争，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从邓小平的讲话中，人们已经感觉到了时代变迁的气息。1978年5月2日到6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古牧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等西欧5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到西方发达国家访问的政府代表团。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随团访问的30多人当中，绝大多数都是熟悉经济工作的同志。代表团出发前，邓小平特意把古牧叫到了家里。走以前呢，我们讲过一点，还是要出去看看，看看印度的现在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我们要了解一下我们中间的差距，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的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过来。5个国家普遍看到，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比我们高了很多。对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讲起来呢，也是一个非常的震动。那个时候感觉那我们那个差距总在20年以上，人家是飞速猛进，什么计算机那些都是那个时候闹的，我们那是就在搞阶级斗争，所以这一点对我们刺激最多。1978年的中国与世界彼此还是那样陌生，各自面对的生活和话题还是那样遥远。在这一年，中国政府先后派出多个代表团到日本、美国、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等国进行考察。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字。2个月后，应日本政府邀请，74岁的邓小平首次前往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2国批准书互换仪式。访日结束后，短短10天之内，邓小平又连续访问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3个国家。He must have concluded that it was our international connections, investments from America, Japan, Europe, exports to these countries, importing technology, having our students educated there, learning Western methods that has brought about this growth. If China had remained isolated, its economy would have collapsed like the Soviet Union. 在这一年，中国有12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访问了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等51个国家。一年当中，这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走出国门，在建国后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对外开放成了多数人的共识。12月16日，中美2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联合公报，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10天后，正是西方传统的圣诞节。美国影响最大的《时代周刊》在这天出版的杂志封面上登出了邓小平的照片，标题含蓄地写着“与中国打交道”。1979年1月1日，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这一天，直接领导中美建交谈判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前往美国大使馆，出席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为中美建交举行的招待会。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邓小平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他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1978年年度风云人物，再次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这一期的序言说，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1979年1月28日，中国农历大年初一，在举国欢度春节的喜庆时刻，一架专机从北京起飞，降落在美国安德鲁斯空军机场。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也是建国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在白宫南草坪上，美国总统卡特为邓小平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世界形势也在经历着新的转折。中美两国是伟大的国家，中美两国人民是伟大的人，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必将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访美期间，邓小平与卡特总统共同签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和文化协定。在整个行程中，邓小平都在谈论中国的现代化。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所有见过邓小平的人都对他宏伟的计划感到惊异。One of the places he wanted to go was the Space Center in Houston. Welcome to the training facilities of the astronauts. Because he has a very curious mind, and he was most anxious to see all he could see. And then they asked him if he'd like to get in the simulator where he'd manipulate the controls. It was as though he, in fact, was in a spaceship bringing it in to a landing. 200 feet. 100 feet. And the gear are now coming down. And he was so fascinated by that. They had trouble getting him out, and he just wouldn't move because he was so fascinated with it. 40 feet. 在短短8天的访问行程中，邓小平与美国各界上百名代表进行了会谈，所到之处都在介绍中国走向开放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在这段时间，美国各大媒体对邓小平在美期间的活动进行了多天的连续报道。美国3大广播公司晚间电视节目的黄金时间都变成了邓小平时间。自从中美建交之后啊，其他的跟中国没有跟中国没关系的这些国家，这是陆陆续续都跟中国建交了。我们这次联合国的作用啊，也扩大了，也发展了。当200名美国小学生在肯尼迪艺术中心用中文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时候，邓小平笑了。他走上舞台，热情亲吻这些美国孩子。站在同一个舞台上，邓小平握着卡特总统的手说：“这一刻，两国人民都在握手。”看到邓小平访美的电视报道，远在新加坡的李光耀总理说：“中国的大门再也关不上了。”女人天生爱美丽，服装、发型、化妆让人眼花缭乱，纹身、整形，
女人们甘冒切肤之痛。这些奇妙的美丽工程，究竟是甜蜜的陷阱，还是女人们的必经之路？成就美丽系列将从中国出发，游历世界各地，探寻美丽奥秘。1978年12月2日，正在为中央工作会议准备讲话稿的邓小平，亲笔拟定了一个讲话提纲。在400字的手稿中，他清晰地描绘出了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小平同志提出的，通过这个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全富、共富，而且他说这是一个大政策。这个话过去是不敢想，想都是不敢想象的。只有解放了思想以后，其他的问题才迎刃而解，才能够打破这个过去的这个左的教条，打破老概念、老框框。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解决实现是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这个讲话呢，这个就解决了2大问题，一个就是了解过去，一个开常会的。这个讲话呢，后来就成为了3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他这个讲话是开辟了一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宣言或者是纲领。此时，千里之外的安徽农村正悄然进行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11月24日，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秘密签订契约，决定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搞大包干。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在11届3中全会前夕秘密签订的这个契约，让人们看到了农民要改变生活的决心。我们要干好围堵的这一种办法，把土地分到各户。但是有一条，必须我们要开始做的时候，要秘密的去做。我们采取呢瞒上不瞒下的办法，我们要秘密的行动。阳历10月份，阴历就是10月多，那个是太阳上这样大下晚的时候，按照现在讲就是4、5点钟的样子，大家都聚在那，把这个契约都同意呢，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就把土地呢分到各家各户。刚刚开始实行的大包干，使小岗人在1979年获得了大丰收，结束了祖祖辈辈逃荒要饭的历史。物质生活的提高和精神上的愉快是显而易见的，这一切都朴实地写在老百姓的脸上。包产到户既不合党的决议，又违反党的决议，又不合宪法。宪法人民公社嘛，开始我这搞了以后，我怎么办？我首先跟陈云松商量的，我说我那已经搞起来了，如果到了他在人大活动开全国代表大会，他在主席团下休息的时候，我到他那里，我说怎么办？他说我双手赞成。然后我小朋友讲，小朋友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实行的大包干，后来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否定了1958年以来1大2公的人民公社制度，抛弃了大锅饭平均主义的体制，把集体所有的土地交给农民去管理、去经营。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
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与农村改革不同的是，国有企业改革是在中央和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从试点企业逐步推开的。1978年10月，四川省的6家工业企业在全国率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1979年4月，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型国有企业开始试点。我们这个企业改革呢，是从这个放权让利开始的。这个具体讲就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利润分3部分，一部分交给国家，一部分留给企业作为这个生产发展基金和福利基金，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就给职工发奖金。所以这样一来呢，实际上也是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啊。这个改革嘛，当时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推进。1980年，在开始实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近2年后，最先试点的企业传来了增产增收的好消息。由于扩大了企业自主权，多年来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经济体制开始被突破，国家利益、企业利益、职工利益比较好的结合起来，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经过2年的试点，1980年9月2日，国务院批准国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批准从1981年起，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全面推广，使企业在人财物、厂供销等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1980年，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唱遍了大江南北。中国社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和乐观，迎来了20世纪80年代的第1个春天。改革在不断深入，国家的各项政策和人们的社会观念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刊登署名潘晓的一封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引发了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一代中国青年喊出了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这样一个不唱高调、重在行动的口号。对于关注国家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年轻人而言，这样的思考是必不可少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亲爱的朋友们，美丽的春光属于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唱出了一代中国青年的心声，唱出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祖国美好未来的憧憬。